第一步啊，我们画导景的啊，画导景花头啊。第一步先调色，白色和三绿是我们基本上啊是我们一个常用的一个底色，白色加三绿是一个常用底色。然后你看，你调完底色以后，哎，拎起来，对，好好看看调色。你看，像这种情况下，一般就不太行。你看它的颜色比较薄，颜色比较薄，你看，你可以截个图一会儿对比一下啊。你看颜色比较薄，那我一般会再补点白色，我会再补点，对吧？就直到我加够了为止啊，没有加够你就一直加。再补点白色，因为你这个勺子啦，它颜料多多少少，你的手其实把握是不太好的，包括这个水啊挤进去就弯的，就倒的多和少啊是有区别的。然后你看这个时候再检查一下配色，你看是不是感觉它白了一点？是不是白了一点？你白色再加它会更白啊，会更白。这样差不多了啊，就差不多了。啊，你看这样就差不多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先画什么？先画一个我们的白粉相间的花瓣，白粉相间的花瓣。这三种颜色这两个颜色先不用，我们先用玫瑰红。啊，先用点玫瑰红。你看玫瑰红稍微多加一点，因为我们导景啊，它就是说它原来是太阳花啊，就是有一种牡丹叫太阳牡丹，它很红，所以呢它就是它是由太阳花啊太阳牡丹它转变过来的，所以说它变异了以后呢，就跟这种它有一种粉色的花瓣就出来了啊，所以说它也会保留我们太阳牡丹它比较原始的，就是颜色会比较红一点。好，我们多放点玫瑰红。啊，多放点玫瑰红。就是你这一次的色一定要调满啊，一定要调满。然后加什么？加曙红啊，加点曙红。你看我曙红加的就比较多，颜色红一点啊，红一点好看。就是你红的越红，白的越白，这样子它的两个颜色对比会比较明显啊。调满，这个叫调满啊，就跟把水倒满，把杯子倒满一样的啊。放点胭脂啊，放点胭脂 ，OK。因为很多人调，它不调到上面，就调到这个地方，它上面留着一段水的，所以就没有调满。然后加点胭脂就可以了啊，少量胭脂。你看这样就是我们一个红色的啊，基本上颜色就调好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呀在这个地方啊画一个。就是在这个纸张的边边上，距离纸这里大概是5厘米差不多，这里画出一个大花头，尺寸为20厘米啊，尺寸那一个手大一点，20厘米的花头，20厘米的花头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一步，在画这个花头之前啊，我要先确定一个小点儿，这个点就是我们的花瓣的花心部位啊。花瓣的花心部位啊，一个小小的代表的一个小花心啊，代表一个小花心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围绕着这个花心开始去加瓣啊，围绕着花心去加瓣。你看，比如说我这个花瓣，看好了啊，不是说每一次都一定要画主瓣的，这个地方我们先画的是一个侧瓣，这个侧瓣就这么大。
你看毛笔顺着这个小边边啊，点住往上，哎，转过来。看到了吗？它这个花瓣很小啊，属于一个小花瓣啊，一个小花瓣。然后你看，顺着花心这，你看往外面这样拿一笔，理解了吗？你看顺着花瓣向外面带出来啊，带出来一个小卷瓣啊，带出来一个小小的卷瓣。补点我们的曙红，笔尖蘸胭脂啊，补曙红加胭脂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在这种侧瓣处，它还可以加，为了增加出你的一个花头的变化嘛。你看我呢也顺着什么？因为它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个，看到了没有？一个圆形的，套着一个圆形啊，套这个圆形。然后呢，我们顺着这个圆形的这个花头啊，开始去包裹。你看。我顺着这个小花瓣，我搁这儿，笔尖轻轻的给它往上滑一下，轻轻的往上滑，然后毛笔你看，点住，推动，推住，然后往上啊，往上这样拉起来啊，推住，往上面拉啊，往上面拉。继续的补点我们的曙红，笔尖蘸的是胭脂啊，全部就是顺着什么地方？顺着我们这个圆形的这个小圈圈去夹瓣啊，顺着这个圆形的小圈圈夹瓣。你看，那么你看我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什么圆形的啊？你看笔侧过来，对吧？都是这种小小的侧瓣，顺着这个圆形的边边去叠加起来。直到你看把它给叠加满了为止，对吧？直到把它加满了为止。我们中间这个花心的部位一定要先加完。对吧？往上面卷，顺着这个圆形啊，开始一个个小花瓣叠加起来，顺着这个圆形去加啊，圆形去加。继续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，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圆形的小瓣，我们侧着往上面拉，你看笔尖点住，点一下，然后你看轻轻的点，哎，往上面带啊，带出一笔比较长的一个瓣，笔尖，对，因为我要画完整的构图，应该要2到3个花头啊。笔尖点住啊，向上走，向上走，画不完就明天画啊。你看我们是不是顺着中间这个小花瓣，侧着就往上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这个边边上也是一样啊，你看用一个小小的侧锋，把它们全部给包裹起来啊，全部给它包围起来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看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花瓣的颜色变浅了，是的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花瓣颜色变浅了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，毛笔轻轻的给它涮掉一点，毛笔涮掉一点，补点我们的白色颜料。毛笔清洗掉，涮掉一点，它变成一个白色颜料。然后你看，这个叫蔷薇花型的一个花头啊，放点我们的3青，调点3青在这个毛笔里，你可以多放一点，没事啊，多放一点3青。好，再放一点我们的玫瑰红，然后少量的什么呀？焦茶，少量的焦茶。这个时候你看。我们画一些朝上面卷起的花瓣啊，朝上面卷起的花瓣，毛笔侧锋往上拉，你看，笔尖点住它，侧锋向上拉啊，这个地方的花瓣都是什么？你看
颜色它是比较淡的啊，比较淡。你看这个里边有什么？你看一半小的，好，一半大的，一半小一半小一半大，往上叠加，就大大小小给它组合在一起啊。你看有些地方你加点变化也可以，绕个弯儿，有的地方给它绕一个弯，对吧？这都可以的，就是它上面这一块花头，你就给它绕上去就行。你看不行，你看就像我这全部是侧过去，你侧过去也行啊，侧过去，反正花瓣能够叠加上去就 OK 了，你反正能叠上去就行，对吧？反正你的花瓣颜色能够叠起来就行，那么别的不重要啊，别的不重要。再放点我们的白色颜料，然后呢补点什么呀？截个图是吧？大家截完图打个1啊，截个图打个1，对，截完图打个1，放一点三青，再补点玫瑰红啊，再放一点焦茶，哎，就是笔尖这个时候是一个焦茶色啊，焦茶色。你看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把花瓣往上面叠，就是这个花型，我们要先画上面的花头。你看，笔尖点住，按一下，然后拿起来，点住按一下，拿起来啊，然后向下，你看带一下，向下带动几笔啊，你看把这种有点白色质感给它表达出来，然后继续的三青。玫瑰红啊，放一点我们的焦茶，玫瑰红啊，加点焦茶。你看，你继续加这个地方的花瓣，它都是你看，对吧？你就往上面一层层往上拉就行了，一层一层向上叠，向上拉就可以，对吧？非常自然的往上叠加，你看，往上面拉一拉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笔触不够，你可以多加几笔啊，多拉几下都可以。好，放一点我们的玫瑰红，颜色再重一点，补一点点胭脂，你看，颜色多给它叠加叠加，多叠加一些层次感出来。多给它叠加一下这种层次感。你看上面这种花瓣，笔尖点，按一下，往上推，笔尖点按一下往上推。有的地方颜色你可以补一补。就这样一半一半的往上加，它有的花瓣就是偏重白色的啊，偏白色的。好，继续的放一点我们的三青、玫瑰红，放一点焦茶。蔷薇花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？它和菊花型是比较相似的啊，比较相似，对吧？你看。这个时候稍微侧一点啊，侧锋向上拉，拉出一些大大小小的小碎瓣，对吧？笔尖向上拉啊，笔尖向上面去拉，再多放点什么焦茶啊，焦茶，你看。对吧？用你的笔尖啊向上拉，这个叫导紧啊。二乔是紫色的啊，
对，二乔是花二乔，它也是有紫色型花那个花头来表达的啊。你看，简单的给它稍微叠加一下，花瓣要注意画的参差不齐啊，花瓣注意画的参差不齐就可以了。再放点37玫瑰红和焦茶，你稍微多用点焦茶。开始干嘛？我们来把洞洞盖起来，你看。对吧？用一点点的焦茶把这个小洞洞给它遮挡一下。描一下啊，描应该都会啊。OK， 你看这样子啊，我们基本上这一个花头就出来了，就是它的上半的这个花型啊，上半部分花型，你看它就出现了，对吧？上半部位的这个花型就已经表达出来了。你看颜色啊，就是有白色的，还有什么有这个粉红色的啊，粉红色的也有这种深红色的，它都有啊，深红的都有。好，这时候毛笔清洗掉一点，毛笔稍稍清洗，沾一点白色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还是什么？以红色花瓣为主，因为岛锦它原来我刚刚讲它是我们的一个太阳牡丹啊，转变过来的太阳牡丹它是那种鲜艳的红色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最原始的这个颜色要保留啊，保留。好，放一点我们的曙红，笔尖放少量的胭脂。就大家如果没有玫瑰红，你们可以使用大红色来代替啊，我的建议是大红色啊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把旁边这些，对吧？小洞洞给它全部遮挡起来。你看怎么遮挡？咱们把这个毛笔啊，你看像这个边边上，你看点住往上侧，先往上翻一笔啊，然后你看，再往下翻一笔。你要记住啊，正反半要穿插起来就比较好看。你就先往上翻一笔啊。啊，我没有大红了，用完了啊。对，对，我大红色用完了啊。然后你看有的地方的花瓣，你可以像我这样给它穿插起来啊，穿插起来，放一点曙红和胭脂，继续加，对吧？继续加，就是这一些的，你看花头的卷瓣是比较自由的。只要你把这个花头画大一点，而且什么？因为蔷薇花型它和菊花型是有点相似的，它有一个特点，花瓣比较小，对，卷瓣会比较小，记住了吗？就它的一些卷瓣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大家就本着这个原则去画，就是这种花瓣就画这种小，就卷起的花瓣，你画的小一点。好，放点我们的玫瑰红，放点曙红。我们把这个花头的一个整体结构你要先画出来，就是顺着它啊，把整体的一个大结构要先完成啊，大结构先完成。加出一些啊不同层次的卷瓣出来啊。加出一些不同层次的卷瓣，你看，注意什么？花瓣要连在一起卷，挨在一起啊。就每一个花瓣的一个花型的一个卷曲程度，都是你看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我经常喜欢这样子连在一起卷，看见了吧？就是把这些花瓣，你看贴在一起卷啊，贴在一起卷。然后你一边卷的同时啊，一边卷的同时，一边啊，你看向里边给它包裹起来，包裹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整一个啊大的这个花，大的这个造型全部给它画出来。
全部给它包裹起来啊，包裹起来。注意花头，对，卷瓣很多，还可以啦，它只是比较小，花头的卷瓣比较小一点而已，多倒是不多啊，多倒是还好，日常卷瓣。然后你看旁边这些地方都是收着走啊，收着走，你看都一样，笔尖向上提起来，哎，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叫都是各卷各的啊，自己卷自己的啊，谁也不相干，就自己卷自己的。它里边的花瓣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看。它自己卷自己的，你不要去管它的一个造型啊什么的都没关系，对啊，就卷瓣和填空，是的。大家反正就卷瓣，卷完瓣之后把洞洞盖起来就好了，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因为我画完之后，你们可以截个图，一会儿把一些整体的造型你截个图，截完图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画了。对吧？那你看我一边画的时候，我的颜色就越来越薄了，越来越薄。我薄的时候，我就补点三青和玫瑰红，简单的补一点，然后放一点焦茶，简单的补一点，然后放点焦茶。你看，那有些地方的颜色就会比较薄啊，会比较薄一点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对吧？它有的花瓣啊，就是呈这种啊，颜色比较薄、比较淡的啊。OK， 可以截个图，对，混色，可以截个图啊，截完图打个1。对，这样可以截个图打一个1啊，打一个1。对，截图打1。对，这样可以截图。然后我开始继续的啊开始准备画大瓣了，截完图打个1啊。然后我要调大瓣，大瓣我用的是大量的一个曙红和玫瑰红去叠加。我们前期啊，对，是的，我们前期啊，在画里边这个花瓣的时候，颜色要略深一点。在画里边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你看颜色我调的略深一点，而且没有条纹状的啊，是没有条纹的。放点胭脂啊，放点胭脂，就是没有条纹状。大家看我会怎么去表达啊？怎么表达？请看，首先从花心里边开始画，笔尖点住，然后这样，你看用笔尖竖着往下滑。看到了吗？用笔尖竖着往下滑，朝一个方向滑。注意，你看用胭脂把小洞洞给它遮挡一下，用胭脂把这些小洞给它遮挡起来。对吧？用胭脂啊给它遮挡出来一层，然后继续的啊，我们就是开始用胭脂来遮挡这些小洞，一层一层的把小洞给它卷起来。是的，非常好。再蘸点曙红和胭脂，我们把这个洞洞呀，你看这种侧瓣型的洞要怎么完成啊？你看啊，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我加一条线，看见了吗？加一条线，
然后呀，我们顺着这个线，你看啊，你就去描，你看，点住，侧着向上，看见了没有？点住，侧着向上。你关注的太多了，不是因为你关注了可能很多人，然后同时直播的时候就会跳出来很多，所以就可能找不到啊。正常，因为关注太多的话都会那样，就像我有时候也这样，我也关注很多主播，然后就一下子会找不到，是正常的啊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一边啊，就是往上斜的啊，就是往上斜。我比较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人在这边直播，大家呢，你们是很多人在看我直播，我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我需要放点音乐，然后来那个就不会很无聊啊。你看一个侧半啊，一个侧半，而且大家考虑一下，我也就20来岁，就是肯定大家的品味不一样的啊，就是大家那种。原来那些老歌我肯定不太能接受的，我一般还是比较喜欢稍微现代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也对我包容一下啊。对，对我也包容一下，因为我也很难接受，就老一辈的那一些欣赏的东西，可能我一下子我也接受不了啊。然后你看我这个花瓣就是往上走啊，往上走。点住往上走啊，就是那些对这个跳过问题啊。然后你看这个花瓣，我们继续往上翻。你看每一个花瓣就是点住，往上斜啊，往上面去斜，侧过去。然后呢，有一些洞洞，你就用胭脂给它遮挡一下就行了，给它盖起来，就很容易的给它遮挡住。你看，继续的用胭脂，你看，再去遮挡啊，小小的小洞给它全部遮挡起来，继续的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小侧瓣向上叠加，继续叠，再放点胭脂。这个时候，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笔尖的胭脂给它加够，你看啊，向里边给它遮挡，你看。用胭脂去遮挡就好了啊，你一层层的给它遮挡住，深一点的胭脂，你看，一层一层的给它遮挡上去啊。那大家你看啊，那这个地方的花瓣碎的和重的都有了，我们继续加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一个小小的小瓣啊，一个小小的小瓣。好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啊，一个小技巧。你看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那个倒紧的花瓣它是需要有浓和浅的啊。你看把毛笔这样子侧过来，拿这个笔什么？你看，拿这个笔根处，拿这个笔根处，你看，去抹一点颜料，看见了吗？拿这个笔根去抹点颜料啊，理解的话打个1，在笔根处稍微抹一点。就是你实在不行，你就拿一支笔过来给它添一点，对吧？你实在不行，你看，你就用点这个给它添一点，就补点啊，添到这个笔根处啊，理解了吗？添到笔根处。对吧？对斑点花瓣是的，然后你看笔尖的胭脂稍微重一点啊。你看，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地方跳过来，对吧？它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啊。对，笔根抹一圈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，就因为。就是看你需要画哪种，它倒紧它就是这个样子嘛啊，那你就只能这样子去画它，你看，它就是这样子的啊，
一丝一丝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肯定是需要那么去加。那么你别的花就不用了啊，就有的花需要那么加，有的花你不需要啊，不需要。导景的话你就这么画，不是导景你就不用这么画，是导景就这么画，不是导景就不用这么画，就不用一条一条的，放点曙红和胭脂。当然，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姐妹啊，都画的那种有各种难度的，那是我的想法啊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笔尖轻轻的点住，侧过来，你看一半。我希望每一个来我直播间的姐妹啊，最后都能成为大神，就画的很好的那一种。你看笔尖点住啊，你看，哎，这是我对每一个姐妹的希冀嘛，就任何一个喜欢我的人，我肯定也是不保留的，肯定都放在直播间来教，对吧？一个一个侧瓣啊，向下走，再放一点我们的再放点曙红和胭脂，是吗？好的，兄弟，晚上好。对，然后你看啊，继续的这种侧瓣，你看啊，朝这个边边上，笔尖点住，有多少兄弟啊？直播间，你看毛笔按下来，花瓣斜过来，斜过来。好，慢慢的写，慢慢的写啊，慢慢的写啊。你看一半一半的去添加啊，一半一半去添加，对吧？花瓣向下加。晚上好，曙红和少量的胭脂啊，少量的胭脂。包菜是种花型啊，你看用胭脂去调整一下。其实我呢已经把这种难的花型啊讲的简单嘞，就是方法给大家用的比较简单。你看，可以去带动啊，带动啊，是兄弟打个一。你看，通过这种毛笔的提按，带动出一个花瓣，理解了吗？对吧？带动出来啊，带动出来一个提按啊，花瓣比较大啊，比较大，记住了没有，兄弟们？对吧？提按起来，是吧？为了我兄弟，我发一个红包。对，为了我亲爱的兄弟们。OK， 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，兄弟姐妹都可以抢啊！你看，这个叫导景啊。然后你看我继续的啊，笔蘸一点曙红，放点胭脂啊，放点胭脂啊。你看这个时候里边的侧瓣怎么加？你看顺着它往下拉，1、2、3啊，点住往下拉，往下拉，朝上面啊，你看给它描一笔。这个叫导景哦，啊，好，轻轻的给它点住啊，点住，最后你看用胭脂去封一下口，用胭脂给它封一下口，你看这样一个花头的卷瓣啊就出来了。就今天晚上这个导景呢，因为它是个菊花型花头。菊花型兼蔷薇花型的花头，它的变化会比较难，因为我前面也是简单的花型一样样讲。那么菊花型和蔷薇花型它本身就是比较难的一个品种啊，所以我把这个课我得讲的慢一点，通透一点。你看我们采用的是填空方法啊，填空法往上走。你看所有的小洞，你看都是这样侧锋，然后去给它遮挡起来，看见了没有？每一个小洞都是用这个胭脂去给它盖起来。就填起来，把这小洞给它遮挡一下。你看，再放点胭脂，你看这里，看到了吧？我用笔尖儿，用笔尖把每一个小洞全部遮挡起来。
对吧？用笔尖把每个小洞，是的，我都是液晶是都是同一支笔啊。你看，继续遮，你看，描你们会描吧？应该都会描哦，对不对？用这个笔尖轻轻的啊，给它这样子，你看往里边描，对吧？向里边遮挡就好。谢谢啊，向里边去描一段一段的，谢谢亲爱的兄弟们。你看，继续的，还是一样，你看啊，用小侧锋把这一些原来的这种小洞洞全部遮挡一下，对吧？用这个深色的胭脂去遮挡小洞洞就好了，遮挡一下。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和胭脂，继续。你看这个小洞洞还是一样，就是我跟大家讲，你们就去，你看，就去遮挡住就好，别的不要想那么多嘞啊，对吧？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反正把它盖起来就好。对吧？那你看，56个兄弟还是姐妹多？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它遮挡了这个位置啦，都数了有56个兄弟吗？是南方的，是的。然后再蘸一点我们的白色颜料啊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白色颜料。你看，笔放点我们的玫瑰红，放一点曙红，然后来教你们一个技巧啊，一个小技巧，就是这个白色毛笔，你看蘸一点这个叫比较深的这个叫，你看。曙红放在这个边边上，给它扫一扫。曙红放在边边上，给它这样扫一点点，画那个斑哦，画那个斑。好的，你看上面地方画一些斑，然后在这些旁边啊拉出一些比较长啊、比较大、比较长的这种花瓣。你看好了啊，侧过来，笔尖这样点在这儿，点按一下，推上去，边推边按，到旁边给它合在一起，边推边按。到旁边给它合在一起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一个深色的调整上去，因为它里边偏白嘛，对吧？一个偏这个叫倒景啊，对。然后继续的这个小洞呀，哎，我们一样给它笔这样按过去，你看，停。对吧？停住，向上走，一半一半的给它叠上去，对吧？一半一半的向上叠，对吧？然后你看，那我这边的这个花头，我是想采用白色颜料去画的，重色优底色，对，我放一点白色颜料。放一点纯白色颜料啊，这是一个纯白色颜料。你看，我们在这个边边上啊，你看笔尖点住，你看，向里边拉一个白色的，覆盖一些纯白色颜料在里边。这个是纯白色啊，你看，趁它湿的时候，你看，趁湿的时候给它勾勒一点点，你看点住，因为它不只有这种这个花头，它不止什么有那种红色的丝，它还有白色丝丝的，对吧？它有这种白色的丝丝啊。OK，
然后你看白色的小丝丝加一下。如果呢你们喜欢画一点这种红色的丝儿，你也可以加点红丝啊。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红色的丝丝呢，那你可以加点红色的，深红色补点胭脂啊。深红色，要能关的话，我早就关了啊。就是要关的话，我就刚刚就已经关掉了啊。OK， 你看这个里边啊，加一点细细的啊，细细的。OK， 稍微加一点稍微细一点的啊，做小血管一样，向里边带动侧风，向里边扫，多扫一点就好了啊，多扫一点向里边。OK 啊，这样你看它的这一块的花瓣就出来了。再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、曙红和胭脂，然后你看我们继续的点住，你看侧风向下，对吧？对，侧风向下走啊。你看，那这个地方，你看它的花瓣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就出来了，然后继续的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，然后是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你看我们接下来的花瓣都是往上立起来，把它包裹起来。看笔尖在这里点住，侧风一半啊，一半。对，侧风一半一半向上走。你看这个时候都是什么？这种小侧瓣向上叠加，都是以这个是小侧瓣为主，然后向上叠加啊。放点曙红和胭脂，继续的。宝贝儿，你听话点行吗？好不好？那老使坏呢，你今天，你这个小爪爪再给我抓。今天捣乱了，开始把爪爪放开垫子去，来，去哪？他经常这样啊。然后你看我继续的啊，花瓣往上面，你看点住，你看这个时候所有的花瓣都是这种立瓣啊，笔尖往上拉就行了。你看啊，朝这个地方往上拉，笔尖向上拉起来就好啊，向上拉起来就好。再放点我们的曙红，放点胭脂。你看还是一样，你把每一个小洞全部遮挡一下，对吧？你要把每一个小洞全部去遮挡一下啊，它的质感会比较好一点。再来放一点我们的玫瑰红、曙红和少量的胭脂啊。你反正填洞就没错了，我跟大家说。笔尖点住，你看边点边往上按啊，边点边往上按。画这种红色的花头啊，它就是比较费红色颜料，其实。对吧？它就是会稍微有点费红颜料，然后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啊，向上立起的造型就有了。那么我在这一边啊，画点什么？画白色的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白色的花瓣啊，这一边是一个白色的花瓣，毛笔清洗掉。咱们把毛笔清洗一下啊，毛笔清洗一下。清洗掉之后蘸什么颜色呢？蘸的这个叫三青啊。清洗掉之后，笔蘸三青，多放点儿，放点我们的玫瑰红少量，放焦茶，这是焦茶色啊，焦茶很重要哦。这个是焦茶色，这个叫岛锦姐妹，这个兄弟姐妹，这个叫做岛锦啊。然后你看
这个地方的花瓣，笔尖点住往上拉，一半一半的往上拉，轻推，对吧？把它连在一起就好了，连在一起就好了。花牡丹也就2到3年吧，2年还不到啊，就正儿八经的。因为我原来不是画牡丹的，对，我画山水画的原来。然后你看一半一半的往上走，让他们俩你看注意花瓣的大小。对吧？注意一下花瓣大小啊，花瓣大小，放一点三青和我们的一个交叉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带学生带出来的一些经验啦，就很早就开始带学生了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些经验。OK 啊，这个花瓣就往上侧啊，往上侧上去。它有的花瓣就是比较大、比较圆的，比较大、比较圆。这个地方你把这个颜色叠加上去就好了。没有，颜色往上叠加就可以。你看像这种地方，点住侧锋向里刮，对吧？侧锋向里边刮一下啊，刮，然后带动。对吧？一些小小的花瓣就出来了。再来一些三青，如果你需要让它有一个层次立体感比较强啊，你可以放点黑色的颜料，黑颜料，就稍微放点黑色。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画的时候啊，画画的时候，我觉得一方面我分享一下技巧，一方面你要踏实。就我其实还是比较踏实的，我在画牡丹那2年，1年以内，我山水基本没动了，我山水基本没动，因为我本来就是，因为我其实就是本身我就是画山水嘛，但是我在学校里边教，但是我在线下我基本就没怎么画了，我没动，我基本的重心都是在画牡丹这一块系列里边，然后偶尔有时候那也就会要画花鸟什么的，因为你要怕那个东西万一你不会画了啊，就很麻烦，所以呢都有画。然后呢，其次就是也在画的时候啊，就其实说你要接受写生，对啊，要写生啊，就是你一定要接受任何人对你提的一些建议，不管这个建议是好的是坏的，是你喜欢的或是你不喜欢的，你可以接受，你可以尝试呀，你尝试又不犯法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吃亏啊，你一定要这样子的。然后任何的粉丝他们给我提的建议，我都去尝试，都去接受，都去调整，那你就很容易成功的，因为你那样子是大家喜欢、大家想要的东西，你就可以完成，就能创作出来。就你不要说有的人他的确画的不如你的啊，他跟你说要怎么画的时候，然后你不要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画的还不如我呢，我不要听他的，那不行。对，就这样子的话，就肯定就停留了，那你东西就停在那里了啊，不会进步啦，肯定是这样子的啊，一定要听得去画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稍微侧一点，稍微侧一点，稍微侧一点点，你看，因为它是倒景啊，对，就是谁跟你说的，你都要去接受，你都要去尝试一下啊，可能那个人就是你的贵人哦，有可能啊，会有这种可能的，会有他可能你就在遇到贵人了啊。对，它比较接近，但是又不太一样啊。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就是你运气好一点，就遇到贵人了，可能人家就跟你说的这个东西，可能就是突然就给你点破了，有可能的，非常有这种可能性很大。然后你看我继续的，
看用了一个侧锋啊，对，就往上走，没有，就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东西，其实可能都是人家愿意告诉你，为什么？那别人也怕嫌你他，那他也嫌麻烦，他还懒得说呢，他还不想说呢，搞不好还得罪人。那别人为什么愿意告诉你啊？他愿意告诉你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家很看好你，人家很喜欢你，才会跟你说呀。不然他懒得跟你讲，你画的好跟坏跟人家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进步了，对他有没有好处，对不对？那别人愿意告诉你，肯定是他肯定是喜欢你哦，那就要接受这个东西。你看这个花瓣就是白色的啊，往上走，白色的往上走。就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理解的。别人也跟我说，肯定这个应该就是挺喜欢我的，那我就会去接受呀。你看这个地方的啊，花瓣就侧过来啊，侧过来。那你说谁不愿意听好话？谁都喜欢听好话，谁也不喜欢受批评，这实话一样的。蘸一下这个玫瑰红，但是大家看我在有时候讲同学的作业的时候，我经常我会附一句，我说对话不对人，对吧？就是我有时候会说的，我这只是因为作品的问题，那大家要进步，所以我有时候会说。好的啊，沾一点胭脂，沾一点胭脂。你看这个花瓣啊，继续往上升，往上升，怎么啊？侧锋向上，对吧？侧锋啊，向上走，一个侧锋向上走，然后你看它这一块就是白色的啊，白色的花头就呈现出来了。再放一点我们的曙红，放一点胭脂啊，然后大家请看，我在这边其实有预留了一个位置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大缺口，大缺口。往上拉啊，往上拉，拉出这种大的一个侧瓣。拉出一个大侧瓣，刚捣乱，刚捣乱。今天要是这个花要给我搞坏了，我打扁他。他一直在捣乱。你看这个地方笔，你看侧过来压着它，对吧？侧锋向上拉起啊，向上拉起。对吧？你一半一半的啊，向上面给它侧着往上拉。你看它这个中间这一个白色系的花头啊，就呈现出来了。然后你需要画的颜色深一点，就加一点曙红。放一点我们的曙红，颜色深一点，再加点胭脂啊。你看朝侧瓣。啊，它有的地方是这种一条一条的啊造型，给它表达一下，然后剩下的就是画超大号的花瓣，比蘸一下这个玫瑰红、曙红，多放点胭脂啊。刚才我教过大家的啊，你拿一支这个笔，
给它旋转一下啊，把这个花瓣给它夹出来，然后下面这里啊再加一个大的就 OK 了。这花都比较大啊，还好我这是3尺整张的。再蘸一点我们这个曙红，放一点曙红，放一点胭脂，它比较大，画大了，但是不影响，因为这纸还是比较大，3尺整张的。对吧？一个一个侧瓣，30整张的，100乘50的啊，100乘50的，点住，点住，点住，你看按，边点边按，边点边往下，对，30整张的。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进步啊。心里话，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啊，不管是线下线下的，线上线下，我都希望他们能画得好。就不管大家啊，比如说你们以后出去啦，就真实的有比这个还要大的，这个有比这个还要大的，真实的花头其实很大，岛锦属于大花头啊，很大啊，会比这个还要大一点。但是我们一般肯定要画的比真实的小那么一点点啊，对。OK 啊。OK， 这个花头就完成了，完成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适当的加点变化在里边啊，笔多放点曙红，放点胭脂，放点曙红，放点胭脂，然后你看，对吧？加一条条加出来一点，深一点的曙红，深色曙红。注意什么？它里边一条条大大小小的啊。对吧？一条条大大小小的。杭州吗？杭州有，是的。我们北仑就有啊，有牡丹园，还不错，还可以，很漂亮。我觉得那边的牡丹开的，虽然没有像北方那么多啊，但是还可以啊。OK。然后花心这个地方啊，你给它填起来啊，用深色胭脂，蘸一点我们这个曙红和胭脂。你看它里边的小洞。OK。然后呢，这个花蕊啊是怎么来的啊？看这里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蘸一下白色，对，可以去洛阳写生是最好的，那边最多啊，那边最多。但是我们就当地，其实每个当地它都有植物园，植物园都有啊，都有。加几个白色去调整一下，可以啊，大家可以一起去
组团哈。红色的也可以不用底色吗？也可以用，也可以不用，这个不绝对啊，不绝对。因为每个人的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你有一些可以不用的啊，不用的也没关系。OK， 一支笔啊，一支笔，就你们可以有2支笔啊。对，你们可以有2支笔，我1支笔好了啊。OK， 我把花蕊加上啊，花蕊是太白加3绿，就喜欢的话我再画一个小的，我一会儿再画一个啊，一共是画3个花头，今天晚上，反正就到11点我们就准时下播的，如果还没到11点肯定下播了，画不完我明天会接着画，对，我画不完我会明天接着画啊。好，蘸一下白色和3绿。喜欢主播可以关注一下我，关注一下我，点点小灯牌。不混啊，你颜色基本能够控制比较好，OK， 这个地方啊，画哪里？画到这个地方一个小花球，你看，点住，笔尖按一下，你看，1个、2个，按下来3个，你多加几个在这个地方啊，多加几个啊，稍微大一点的这里加一加。然后再放点胭脂，等它微干的时候去勾勒一下。微干的时候，你看用这个胭脂去给它勾勒一下，对吧？微干的时候啊，简单的勾勒一下，勾勒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用的是铜黄，用铜黄去画一下这个叫雄蕊啊，雄蕊。铜黄加太白去画雄蕊，这是生宣啊。对，我直播间的生宣啊，直播间同款的还是蛮好用的啊。对，就是我用的哪个宣纸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用的是这个宣纸。多点白，少点黄啊，多点白，少点黄，白色多，黄色少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花蕊要怎么画？首先在这个地方啊，确定一个小花心，先确定好啊，确定好几个小点点。然后你看要有什么向里边折的吧，折的蕊在这儿，对吧？然后呢再加什么呀？向上立的蕊，就是把它分开2层啊，分开2层。它是要分开2层的，分开2层。就是它的蕊要分开成2层。然后继续的，这个时候请看，开始按区域去点，按区域去，你看这个地方，首先先往上点，注意高高低低的去点1层就好了。注意花蕊要点的高高低低的啊，高高低低的。点出第1层以后，我们再点第2层。第2层你看，它是从这一边开始斜上去，斜上去，然后再给它往里边包裹，一边斜上去一边包裹。
明天印刷厂最后一波打包了，明天还得一大早去印刷厂，最后一波画册打包了。就这2天不是在消毒吗？然后还有一批还在印，然后最后一波了，明天去年前把它这个事儿就办好了啊。所以我们预售又到今天晚上79.9，然后从今天和明天吧，就要再调整一下价格啊，因为它比较有限啊。你看这个蕊是往上走啊，往上走。这2天基本都在印刷厂，很多师傅都那什么了啊，所以就是哎呀，自己在帮着干活。你看下面这个蕊它是这样子啊，再点一层出来。对，1号酸水课有啊，稍等一下，我把这朵花头画完，好吧？啊，里边有30张作品，有山水课和书法课哈。你看这个蕊是还是往下面走的，往下面再点一点，少量的往下点。然后你看毛笔啊，轻轻的朝这个地方给它点缀一下，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啊，点缀一下。那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啊，它是斜着的就出来了，侧着。OK。